大家好，这是旭日梦。今天的话来做一期开发日志解读，也算是别开生面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162号开发日志真的是太重量级了。这次开发日志直接爆出了一个完整的分位 DLC 游牧。游牧机制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细致了，而且不是 PPT DLC， 全都是实装好的实际截图。接下来解读一下游牧分位 DLC 吧。首先是地图可以看到原本超大一片的部落制像是被体制铁木真入侵了一样，大部分的部落制现在是游牧制地盘，其中还夹杂了很多处淡黄色的牧民阵体。我不太理解这个阵体的存在的作用如果一定要有理解，那么我认为这个牧民阵体在游牧阵体中的作用类似于神权阵体在封建治理中的作用，都是属于辅助型和功能型的阵体，在地图上的占比也很类似。我先盲猜一手牧民和神权一样都不能扮演，神权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和征召兵，牧民也是提供资源的阵体。我们继续往下看，游牧拥有了类似行政制影响力一样的专属货币牧群，拥有的牧群数量甚至决定了其他游牧角色对你的看法，赎金、嫁妆和贿赂，可能赎金就可以不要钱了，而是要牧群，甚至是计谋或掠夺的窃取对象。那这个很像是行政制谋略偷影响力牧群数量甚至会影响文化领袖的人选这个也很合理不多说。还会提高游牧权威，这个估计是军权等级之后会有描述。游牧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也理解。牧群获取途径主要是两种，首先是开发土地肥力，这个我盲猜是牧民制那些臣属可以做的事情。第二途径是游牧臣属的契约那看来这个牧群对游牧来说真的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了。日志里的下句也刚好印证了我的观点，游牧相较于以往体验最主要变化是换掉了征召兵机制，游牧的征召兵现在是将一定比例的牧群变成游牧骑手这个游牧骑手就是游牧的征召兵了。之后可以花费金币把游牧骑手升级为兵士，比如说弓骑兵最有缺点又来了，这个弓骑兵骑的马可不是火星马，升级多少弓骑兵就会减少多少的游牧骑手，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升级，而不是撒把钱然后兵士就自己长出来了。转化升级呢需要消耗金币和牧群，后续的维护费则是需要威望这个也很合理。T 社表示这个征召兵的变动呢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征召兵制度不存在于游牧体制原来你们知道途中是牧群的优爱，除了每月增长还有就是比例了，这个比例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比如说建筑、宗族传承，还有一些角色修正这个也蛮好。接着是命名上的分位化，比如说管尔古格公国现在会显示蒙古博尔支金部，这个就是氏族制那一套了这个也很好。文化领袖将会显示文化名，比如说蒙古文化领袖领地会直接显示蒙古，非文化领袖的独立统治者会显示文化名加家族名，就像之前提到的蒙古博尔支金部，蒙古加博尔支金加部，这个部就是类似于伯爵或者公爵。为了更好的反映草原政治生态，文化领袖的选择机制非常的简单粗暴，牧群数量高者为领袖，和头衔等级没有任何关系。接下来呢是游牧权威的机制这个我之前猜测是军权那么现在看来的话猜得8、9不离十了。低游牧权威说明是个小酋长，最高等级的游牧权威说明成吉思汗要崛起了。这个不同等级的权威是固定的刻度，依然是牧群，牧群足够多才有可能提升游牧权威等级，这个等级直接影响了分成上限或者直辖上限之类的重要参数。等级低，这些参数就大大减少，等级高，那么这些参数就成倍提升。特殊兵士、部落头衔以及一系列的决议都和这个权威等级挂钩。那现在看来游牧这个资源真的太重要了，虽然看着像，但实际远比行政制的影响力要重要的多得多。然后是忠顺系统，这个系统还是很有趣的这个忠顺呢是一种二元形态，非忠即逆，哪有什么曲线救国、假意改姓，只有忠逆则异。忠不加派系，不加阴谋，而且会在忽里勒台大会支持应选的继承人。这个忽里勒台大会在游戏中的设定应该是一种独特的选举机制。忽里勒台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是由内阁中的特殊成员组成，不是随便一个流浪者就可以拥有忽里勒台代表大会的席位。忠顺的计算也综合了很多参数，比如说人际关系、友谊、特质、宫廷职位，以及是否坐拥一席忽里勒台的位置。接下来是土地系统，
游牧制是通过吸收土地肥力来壮大牧群的，所以在游戏初期，领地规模未能壮大到足以支撑整个部族的时候，迁徙便是核心玩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了。土地肥力主要是基于地形计算，拥有的地块肥力会持续的消耗，这个稍微有点难理解，大家得认真听一下。首先啊，假如说我只有一块100%肥力的土地，第一种情况我没有牧群，游戏开始之后我会持续消耗这里的肥力去壮大牧群，比如说我消耗了80%肥力，得到了800的牧群，那么剩下的20%肥力就不会继续消耗了，因为这20%肥力要供养800牧群，不至于饿死牲口。第二种情况，我有高达4000的牧群，同样条件下我开始游戏，那么就不会消耗肥力壮大牧群了，因为这100%的肥力啊，刚好用来供养我的4000牧群。这个阈值计算的基于管理能力、宗族传承、建筑，还有一些特质修正等等。假如说啊，我的加成非常的高啊，管理非常的棒，牧群定时定量投喂啊什么的一大堆政策啊，那么第三种情况，我还是有4000牧群，但是我可以消耗很多肥力继续壮大牧群，因为我的牧群不需要吃这么多草啊，其他人的羊都是野蛮自助餐，有的吃到撑死，有的奄奄一息啊，我的羊有平均配给啊，有什么小肥羊、自制羊村统一发放草料啊，所有羊吃到都一样多，所以我就可以用更少的肥力去供养更多的牧群。接下来说一下肥力无法继续消耗之后的迁徙机制。迁徙以法理头衔为目标，可以选的目标头衔等级受到游牧权威的限制。2级游牧权威最高只能迁徙到公国级的土地，3级就可以针对王国级使用迁徙了。那么1级那些只能够迁伯爵领的弱小酋长呢？他们需要更加频繁的迁徙，或者寻找牧民的无主土地，再或者臣服其他部族。3级再以上那些草原霸主则更适合半定居，要求其他人称臣纳贡。刚才提到了这个牧民的无主土地，这个牧民很有可能就是之前说的牧民政体。迁徙呢，也不是一定要通过战争去争夺土地，也可以交涉谈判，做文明的突厥蛮子。比如说你打算迁徙到蒙古王国，那么和你谈判的就是蒙古王国境内所有酋长中牧群最多的那位。玩家可以用钱啊、牧群啊或者牵制什么的贿赂对方，接受度也是一套完整的判定系统，好感度、游牧权威等级差异、威望、勇武、牧群规模和特质之类的众多条件。迁徙不是打打杀杀，迁徙是人情世故。谈判成功，那么就会开始旅行了，拉着蒙古包去目标地区。如果恰好这个地方还是提前推荐型的啊，还会因为顺应民意有额外加成。当然了，不愿意走或者你不想谈，也可以直接打。打赢之后，对方就会被驱逐，成为无地者，带着自己的羊羊们在草原游荡，寻找新的营地。这个时候的对方就是类似于行政氏族或者是冒险者的存在了。不过无论选择什么方式迁徙，忠顺系统中那些忠顺的臣属会一直跟着你，其他那些逆贼臣属啊会留下来固守旧址。那些你遗弃的领地啊，很快就会被新的统治者占据。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牧民政体了，之前一直提到，但是还没有正式介绍。总的来说，之前猜的差不多都是对的。这个牧民呢，就是用来填充没有酋长要土地的。牧民持有的土地会随着时间自动恢复肥力，他们缺乏军队，很容易被其他游牧制酋长驱逐。之后啊，他们就会带着小羊们去其他因为肥力太低没有人要土地上生活。作为臣属存在的时候，他们会按照所食伯爵领的肥力定期缴纳一定比例的牧群。当然了，你也可以把领地都交给牧民接管，使得快速恢复肥力，之后再抢回来啊，听起来很残忍，但是残忍也得抢着残忍，不然可能其他酋长就抢走了你让牧民接管的土地了。这里还有个小细节啊，可以看到啊，羊有建模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发草羊模组了，草羊减压。大概率它可以染色啊，七彩羊，不同颜色的羊草起来有不同的增益啊，想想就非常好玩。草原东西相差数千里，自然也不可能气候都一模一样。T社设计了西部、中部、东部3个草原区域，3个区域有着各自独立的季节周期。大雪覆盖的时候，对畜生进食会有很大阻碍，而温暖宜人的气候对放牧则是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这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在风草水美的时候，强征牧群会获得超额的赋税收益。
而大汉系只能想办法快点迁徙走了。除了这些还有些更加罕见的现象，比如说苍天显灵的情况。显灵的时候呢，会大幅度提高地区肥力，当然也有比较极端的坏情况，那就是艰灾。干旱、雪灾和蝗灾什么的一并发生，这种情况下肥力会大幅度降低，而所有臣属将会强制忠顺，领主获得对定居文明的入侵宣战理由，也就是对氏族封建什么的可以入侵了。历史学家认为，蒙古西征的主要诱因之一就是艰灾，考场肥力匮乏。哦，对了，看起来还有一个新的公民职位这个职位可以预测未来区域的季节情况，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是居尔汗机制，在游牧民族之中，唯有一人能够站在权力的最顶端，被尊称为最伟大的汗。居尔汗即是拥有最多牧群者。这个机制没有太多言语描述但是很有可能和成吉思汗成为最伟大的汗有关系。下一个是毡房，这个类似庄园和冒险者的营地，游牧无需固定的建筑，迁徙的时候所有设备尽属跟随，所以批社设计了这么一个系统，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大家欣赏一下批社美学吧。批社美学真的无可指摘，非常棒。接着是朝贡机制，之前一直没有提到封臣这个词，是因为游牧这里不太适合用一样的词。游牧的臣属是一种独特的松散附庸机制，臣属就是提供贡品给宗主，这样就会一直保持停战。而且这个朝贡关系是可以世代承袭的，如果说宗主的威慑不够，臣属也可以停止朝贡，宗主可以选择再打一顿让对方继续上贡，而且要贡得更多。游牧制和牧民制上贡牧群，其他定居的朝圣者是贡金钱。在义务界面可以看到牧群替换成征召兵，统治者可以通过要求纳贡互动，或者是特殊的战争借口来获得朝贡者，也可以向他人主动称臣以此换取领地免遭蹂躏。下一个是联邦机制，面对草原上崛起的诸多强大可汗，弱小的游牧酋长可以组成联邦，共同抵御强敌。联邦被攻击，所有成员自动加入防御战争，但是也有缺憾联邦成员无法提升游牧权威，或者是创建新的头衔，扩张制度就很麻烦了。我还是很期待这个联邦的美术表现的。倒数第二个板块，劫掠。游牧特色劫掠，劫掠是游牧制获得金币的主要途径。为了体现游牧劫掠的重要性，甚至可以选意图，可以选抓人、偷羊或者烧地什么的，这个也很有趣。而且这个选目的应该是对部落也启用了，就是不同的政体可以选不同的意图这样子。最后一块就是分类了，新增大量特色角色互动、决议、活动类型、分成立场和事件什么的，包括新的成吉思汗剧情和蒙古专属的事件之类，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亲身体验感受什么的。好了，这就是这一期开发日志所有内容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反馈。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个 DLC 是对游戏体验的一个大提升，因为游牧是中世纪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果日志中的内容都能实现，游牧玩起来可就有意思多了。非常期待下一次开发日志又会带来什么新鲜内容。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务必3加关注这也是徐梦，下期见。